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提到说，他最近跟伊隆马斯克聊天，伊隆马斯克现在注意力已经不是放在电动车，伊隆马斯克现在的注意力放在哪里？放在了无人机，放在了机器人，也就是未来的自动化的一个设备。而且他提到，最近跟他谈的所有的客户，这些客户以及周边的厂商，他们只关心一件事情，关心什么呢？关心 AI 以及 AI 的应用。那听到这里，你想说，那个 AI 真的是新的浪潮吗？现在告诉你一个数字，你知道，2024年我们看到这 Financial Times 里面做的统计，2024年全球科技公司在伺服器上的支出竟然高达了7.4兆。我们刚才讲，这才是 AI 的元年 ，AI 才刚开始，我已经丢了7.4兆。中间我们看到，包括微软 Microsoft， 光是我买这个晶片我买 NVIDIA 的人工晶片，就是 NVIDIA 人工晶片，我就花了1兆。而我们看到 Amazon 花了多少？8450亿的台币，你就知道为什么 NVIDIA 的股票会一飞冲天。光是 Microsoft 它就是花了1兆台币。更可怕的是，现在伊隆马斯克也把注意力放到这个地方来了。伊隆马斯克现在搞了一家公司叫 XAI 里面，他现在已募得多少？4000亿的台币，4000亿的台币，他全部叫 all in 在这个地方 ，all in 在这个地方，他讲了这个比台湾1年的军备的费用还要来得高，所以有人讲说，现在根本就是一个 AI 军备战争的一个开始。而且我本来以前没有感觉到AI 的浪潮到底有多可怕，我现在看到不是几百万，对，不是几千万，不是几亿，是几兆的钱，全部丢到这里来了。宝姐，我们之前不是讲过说，美国要弄一个所谓 AI 的这个曼哈顿计划，对，那是国家。但是我跟大家讲，现在还有更夸张的，美国的战国七雄，每一个都是国家等级的。你看微软、这个亚马逊、Google、Meta 这些，宝姐，他们每一家公司都是市值破2兆美金，他们都是一个国家，他们也要跟你拼 AI。而且他们砸金额是相当惊人的这个数字。这个微软一口气就要砸1兆台币，明年光是买 AI 伺服器就1兆哦。然后这个亚马逊8000多亿哦 ，Google 大概也是7000多亿哦，然后这个 Meta 大概也是6000多亿哦，大家都是把千亿来千亿去。对，千亿什么数字？你说光是买 NVIDIA 的人工晶片，对，就要花这么多钱。而且他们砸下来的钱都比我们这个全国的军费都还要更高。你就知道他们砸了多少钱。另外一个不是只有这些公司啊，连这个最近的伊隆马斯克，伊隆马斯克，我们魏哲嘉董事长不是说吗？他现在最在意什么？最在意 AI， 然后最在意什么？电动这个所谓的这个机器人，最在意所谓的这个无人机，机器人、无人机都要用 AI。所以他最近有个新创的公司叫 XAI， 他已经拿了多少？拿了大概4000亿台币了。对，4000亿台币来要做什么？他等于是要把钱全部都去买这个晶片 ，all in 在上面，他也要继续买。所以那是美国现在这个 Financial Times 的统计数字，2024年就是这个今年呢是7.4兆，明年来说大概又会增加。所以那整体的这个他们在买伺服器，买到大家都觉得哇太夸张，这真的是军事竞赛等级。也就你知道吧，伊隆马斯克跟魏哲嘉的这个聊天者，他最担心的事情是，我现在晶片到底买得买不到？那就魏哲嘉就开玩笑说，你只要给钱你就买得到。那为什么还会担心这个事情？这个非常可怕。我们刚才讲 Microsoft，你知道他花了多少吗？他去年这一段时间，他买了50万片的 H100 NVIDIA 的一个晶片。我们也看到了 Meta 也买了22万4000多，包括 Amazon 也买了19万6000多。大家都买几十万片。那你说，你买这个晶片有什么了不起？没有每一片都是6万起跳。对，没错。你看微软今年买了这个48万片，然后 Meta 买了22万片，然后这个亚马逊买了10.6万片 ，Google 买了16.9万片，然后 XAI 它要买10万颗的 H100，你就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大家全部都在买。对，也就是因为这样在买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目前的黄仁勋股票市值能够达到3兆美金，就是因为大家真的都在买，这不是假的，大家都拼命的在买这样一个状况。那甚至明年呢，明年还要继续买。所以我在跟他讲，现在是4大 CSP 业者，他们就说明年的资本支出会是爆表的一个状况。我们简单来说嘛，微软它年增多少？78%。那这个所以亚马逊年增81%。我们刚才讲都是资本支出，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是今年的数字，它明年要增加这么多，62%、36%，增加都这么多所以就说你就知道他们明年年成长78%，年成长81%，年成长36%，年成长62%。这到底要买多少 AI 晶片才能够满足他们这4大 CSP 业者的这个投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云端的4巨头，因为他们就是云端的业务。没错，云端业务里面，在 Q3的时候，居然砸了多少？砸了4.1兆的台币进来。对，所以现在已经不是一来一去现在是造来造去。对，所以我就跟他讲，这样砸下去之后，你会出现一个效应，什么效应呢？
在未来大概5到6这个2到3年时间里面，美国的 AI 会大幅的进步，会大幅的可能就把中国完全超越掉。好，那我们刚才讲的 Microsoft 在花了1兆台币，我买了 NVIDIA。那你想说，那微软做了什么事情？对，微软到底把这个钱花在哪里？我现在告诉你，换一个画面，那是梵蒂冈，梵蒂冈是彼得大教堂里面。你现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他们用 H100，它重新的还原，连你上面瓷砖的一个小缝，你今天任何一幅画上面的所有的小裂隙，对，它全部都完整呈现。我们现在看这个画面是在这梵蒂冈的这个所谓圣彼得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里面，你看到这个东西，宝姐，你现在看到的不是它的原貌，这是什么？这是用 AI 生成的，这是 AI 画出来的数位孪生。那数位孪生它可以做到什么？它跟真实的东西是完全一模一样，而且拍起来的话，可以让你看的真正一模一样，而且细节到很多细节跟原本看的是一模一样。那它为什么能够做呢？因为微软先用这个色量技术，它拍了非常多40万张的这个高写技术，他们用各种角度，然后拍到近细这样的状况，然后全部他们用无人机啦、相机还有雷射各种开始扫描完毕的时候，通过这个 Azure 的这个平台啦进去里面，然后用 AI 这样完全生成一个跟这个所谓的圣彼得大教堂完全一模一样的圣彼得大教堂，但它是个 AI 生成的大教堂。那你就可以这样，现在你就可以在里面看了。对，你现在在网络上你都可以进去里面看，进去里面看你会非常惊讶，因为你可以点到非常细，它都可以让你看得非常清楚。里面你要看什么贝里尼的啦、米开朗基罗的，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到。你要去看什么西斯汀礼拜堂这个所谓米开朗基罗画的画，你都可以画得看得非常清楚。然后它的这个什么圣殿啊，里面你就每一个雕像，你看。这不是，我再说一次，这不是他们的这个摄影机拍出来，这是用 AI 数位孪生出来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不是，你知道所有的物品最难什么？那个是历史的痕迹。没错，就没有想到它连那个风，等于说岁月历史痕迹里面那些斑驳，没错，那些色泽，你看到没有？它全部都完整呈现。那这个就是很多人都去看嘛，这个米开朗基罗雕的这个圣殇嘛，那你看他把这个圣母玛利亚抱着这个所耶稣的，你看这个好几千年的这个雕像，你看得非常仔细，里面很多东西你就看得说，这是真的吧？对，你看到没有？这是 AI 数位孪生出来的东西，你要知道他把很多空隙都把它弥补掉，而且那他还什么？他里面把很多这个。你看里面，如果你仔细看，连那种历史痕迹、那种砖啊，有那种不同颜色啦，什么，他都把它弄得非常清楚、非常仔细。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都做这个动作呢？你看，甚至他们还把这种所谓遗失掉的这个瓷砖都可以把它找出来。为什么要把它找出来呢？我如果未来，你看，光是我在这个广场的砖块，对，广场的砖块都跟现实的砖块一模一样。对，这有什么好处呢？我把它保留下来之后，未来我可以做所谓，如果我要再重新整修的话，譬如说我可以看我在这个所谓他们的这个瓷砖上面来说，有哪些掉了，我可以把它找出来。找出来之后，我未来还可以再把它弄回去。所以就是说，他们目前为止，这个好处就是我可以未来要整修怎么样都非常方便的一个状况。这就是他用个数位孪生合成的，这是用 AI 生成的，也太厉害了吧？对，另外还有什么 ？OpenAI 最近还推出一个 Sora 嘛 ，Sora 就是他在做这个所谓的影片的。那一开始的时候的确是蛮阳春的，但它目前为止越做越好。你现在可以在网络上，你可以用这样，你可以给它下一段指令之后，它可以帮你做一个影片。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影片是什么？比如说我要拍这个所谓这个在热带里面这个所谓两只象走路，我可以用这样一键生成就可以拍出来。那拍出来之后，这4个景象都是 AI 生成的。对 ，AI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等于说形成的这样的画面。对，好，那除了这个画面之外，他说我要做这个所谓的这都是 AI 画的。对，都 AI 画的。你看我原本嫌的这个画，这个说这个房子太过老旧，太过单调，我帮他弄一个复杂一点的好不好？他马上就一键生成，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变成这个你要的豪宅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他要拍一个影片叫热带的这个圣诞。那要说你只要给他一篇文章，你要说譬如说在这个荒岛上面，然后有一只猩猩，然后猩猩拿到了这个他的礼物，然后礼物之后，甚至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下雪的这个状况。反正你只要想出任何字，他就帮你生成一个影片。你说这是一篇文章，对，这是一个剧本，对，我把它丢进去以后，它自然形成。对，这完全都是用 AI 生成的。我只是要给它剧情，譬如说我要给它什么剧情之后，它完全可以弄出来。所以未来我跟他讲，很多影像的东西完全都会被他们完全颠覆掉。好，那除了这个影像的处理，这个是一个快速之外，那到底它能够在 AI 到底能够帮助人类什么？为什么？每一个专家，每一个这个老板都那么看好 AI， 而且全部 all in 在这上面。对，好，我们刚才讲一个非常简单，譬如说我们要训练机器人，
宝杰，我们要训练机器人，我们直觉会怎么想啊？你要做出一个机器人嘛，做出一个机器人之后呢，然后我再训练它。宝杰现在不用，现在为什么不用？因为现在他们用物理法则。物理法则就是说，我在 AI 的环境里面，我设计一个我们在现实世界会做一模一样的机器人，我只要设计出来，设计出来之后，让它在虚拟世界里面训练它。你说它是一个 AI 的机器人，对。但是我在 AI 机器人里面，它有这个大脑在 AI 里面，我用这样来训练它，都是在虚拟的环境里面训练它，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一套弄在实境上面，它就是可以用得到。等于说我不需要真的做出一个机器人来训练它，我在 AI 的里面的环境里面去训练这个机器人就好了。所以呢，这就是完全未来都可以完全在这里面训练，我只要做一个虚拟的空间。它可以帮我泡咖啡，它可以帮我洗碗，它可以帮我整理桌子。对，而且现在可怕的是，它现在对于这个桌子的高度、对桌子的厚度，甚至对桌子的这个柜子的深度，它都有物理空间的感觉。是，它都可以把东西放到应该放的位置。对，这都是虚拟的空间，让它在那边训练。所以我可以给它100万种、1000万种的这个空间，它的训练就会更快。所以宝姐，这就很夸张哦。以前你都还要让它在实际上，我要知道你的自由度是，未来都不用，因为这都是虚拟空间。你只要把这个假的人放到这个空间里面，它就可以训练好。训练好之后，你再把它的这些所谓相关的数据拿出来之后，它就可以在现实世界用。还有什么？这个我们过去一台车最厉害是什么？你要研究这个风洞实验。过去我们看到老辈就是你要设计出这台车，然后做这种风洞车。现在不用。现在这个车也是假的，我只要我真正设计的车未来是怎么样，我把它设计好之后，在虚拟的空间里面，然后它就有风洞测试，然后这个风洞测试有各式各样。我们过去看什么，这个中国在绵阳不是盖了很大的风洞，然后不用，以后就用这个就好，我就直接你要什么样各式风洞，我都可以模拟出来，模拟出来之后，这个数据就有够让我在未来它就可以用了。对，我在 data 里面就会完全非常，所以我才说，光是这个可以省多少钱？你中国盖那个风洞，那花好多钱，未来都不用。这风洞就直接你在这个 NVIDIA 的虚拟实验室里面就完成了。而且你讲说，今天黄仁勋丢了一个新的他的晶片，对，你说更不得了了。是，以前他要的晶片 A100那是蛮大的。就今天大概就是这样的10公分这个所谓的平方的东西，对，你说不得了，这个东西以后就可以放在机器人上面，机器人上面所有机器人该会的东西它都会了。对，其实如果大家有注意到，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黄仁勋有拍一个影片，他说我要展示一个最新的技术，叫做 Jason Orin 的 Nano Super 这个电脑。反正这个电脑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一个 for 这个未来你放在 AI 这个装置上面的一个超级电脑。那你看它有几年前的这个超级电脑这么大，对，这是 A100。那现在变成这样子，但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说这放在这么大小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放到机器人里面，任何的 robot 都可以放到这个。放这个之后，它就是个非常强大的处理器。所以我才说，我们过去看到所有的机器人为什么没办法实现？因为它的大脑没办法缩到那么小，可以放在机器人的这个身上。未来如果是这样子，它就有机器人的功能的时候，机器人的世界真的会来临。所以你看，黄仁勋也在拼机器人，伊隆马斯克也在拼机器人，所以我才说，机器人恐怕真的就在未来的2-3年时间可能会降临人世。不是，我们要讲台湾其实是一个 AI 生产的重镇。我们要讲从晶片、从伺服器，我们刚刚讲包括封装，很多东西只有台湾能做，而且台湾做的最好，也最得到美国的信任。可在应用上面，我更没有想到。现在在应用上面，现在不管是美国，不管是英国，他们现在运用的，已经超过我们台湾的想象了。是现在 Google 即将推出另外一款新的一个 AI，也就是我们如果你用苹果手机的话，就是 Siri， 但 Google 推出他们自己新一代的，它多厉害吗？你知道吗？比如说你现在可能不太熟这个衣服的材料啊，我洗衣机要用怎么样洗啊？你只要一扫进去，或者是说你只要跟他对话说，我现在怎么洗？你只要这样弄进去之后，他就会告诉你，你可能是要用几分钟，然后你的温度到哪一个情况的温度，然后他就会教你怎么样去使用，所以它是完全走进到生活化里面。就算是一般不太懂得衣服要怎么洗，要用多少比例的那些人，其实你只要一手机在手的话，你完全可以。所以我只要去拍我手机的仪表，对，洗衣标，然后我再拍我的这个所谓的洗衣机，对，它就会告诉你要怎么用了。对，告诉你怎么用，你温度要多少，你的洗涤剂要放到什么，然后你可能要不要放柔软巾，然后你的一些怎么要洗多久，它就完全教你。而且呢，它真的就方方面面已经做到我们的生活。比如说，你像他一张纸，就是他去找他朋友，他朋友在伦敦没有时间陪他啊，这个5-6个地方都很好玩。你看，他只是扫他进去而已，结果你知道吗？
手机帮他直接弄好1、2、3、4、5、6个景点，你要怎么走？你要怎么走？你的时间最顺，然后你要怎么走？哪边有好玩的？而且你中间还可以在那边喝个咖啡，你还可以吃个东西，他帮你完全排好了。所以换句话说，在中间想要吃甜点、要休息的地方都帮你安排好了。对，就完全排好了。然后甚至呢，他就说，那我现在想要临时去哪个地方，那公车怎么样？他就教你要坐几路公车，然后坐几路公车，你看公车来对不对？好，那这个有没有到？有到你就上车。你上车之后呢，你只是说，那我们现在坐到哪里？他说，你现在已经到西米市，他竟然还可以直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的所有的那个途径都在手机里面，所以他完全知道你现在到哪里。所以他们想说，天哪！现在这个 AI 的世代里面，你知道吗？你的导游工作被取代了，你连伴游小姐的工作都被取代。然后这个厉害。他说：“我朋友，我想买一本书给我朋友，那我不知道我朋友喜欢什么书，然后呢，你可能就把你朋友相关看过书的资料给他，他马上就帮你推荐出最适合你送你这一位朋友的书，所以你就会发现说，真的寥落指掌。当一个 AI 世代来临的情况之下，很多的生活细节里面，一旦你习惯用它之后，你真的会变得几乎会完全没有它，而且你会发现真的实在太便利。比如你迷路，你只要用这个手机，你的这个眼镜，你只要看一下。”他马上就说：“你现在应该要怎么骑？你要怎么骑？然后如果你不想要塞车的话，你还可以怎么骑？他可以帮你排出一个最适当的一个方案，还知道路况，对，还有知道你该怎么走，对，而且还有比如说你喜欢那种有这样子有绿地的然后你喜欢风情好一点的他就会告诉你你要走另外一条线。但现在出现一个非常可怕的状况，什么样可怕的状况？就是欧洲有一个金融的巨头，他说我现在要砍22%的员工，甚至现在有的公司讲我不要再招人了。为什么不要招人？我说我现在的人再加上 AI， 他说 AI 已经可以帮我处理掉很多的工作。他本来4500人，他现在因为 AI 可以几乎做掉所有的一些相关的 routine 的工作，他已经裁掉700多名的客服人员，还有其他的一些不是很重要，所以他4500人公司里面，他现在只剩3500人，所以他就说，我现在这个裁掉之后，我的公司营运更好。然后他在现在还有什么 AI 那个包括 Google 他们的工程师，现在竟然有1/4的程式是由这些是由 AI 来写的，说是1/4的程式是由 AI 写对，就是我们心里想说，工程师应该是所有 AI 世代里面最不会没有工作的，没有，现在连工程师的工作都会被取代掉。好，所以我刚才讲到，都没想到，伊隆马斯克我们讲的，魏哲家在跟伊隆马斯克聊天的时候说，我在乎是机器人，我在乎是无人机，他还说我现在的客户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 AI 跟 AI 的运用。就我们去查了一下，才知道 Microsoft 已经花了1兆的台币去买了 NVIDIA 的这个所谓的晶片 ，Amazon 也花了8450亿的台币去买了这个 NVIDIA 这个晶片，更不用讲，现在伊隆马斯克最担心是我晶片买得到吗？而且他已经把4000亿台币都已经 all in 进来，这个钱也太多了吧！好像我告诉你现在全世界的 AI server 了我想大概90%以上是台湾生产制造。因为整个 GPU 就是全部都是台积电做的，对，伺服器也是我们的，所以这些 server 就是台湾做的嘛所以我们的生产的 AI server 占了全球的大概我估计90%以上但是我们的 AI 的应用的程度比起这些公司比较起来的话，非常非常落后，所以我们属于2流的 AI 的国家。所以 AI 还没有起步，这是第一个，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所以我们的 AI 的软体的发展空间无限大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点呢，我们也谈过嘛，算力就是国力嘛。对，算力就是国力。我们现在生产的全世界的算力全部在我们台湾生产但是呢，我们没有软体的话呢，我们的国力还是空虚的嘛。这个2024年到2025年，全世界出了2个疯子嘛，一个叫做川普嘛，对，一个叫马斯克嘛。这2个人会改变世界，为什么呢？因为改变世界要什么事情改变世界，你知道吗？要重大的战争改变世界。我问你，雷根总统怎么样打败这个苏联的？星战计划。星战计划那时候成不成熟？没有成熟，根本不存在嘛。结果戈巴乔夫看完就知道了嘛，我玩不过你的嘛。就是我 deterrence 的这个所谓的这种 deterrence 的威吓的力量，已经远超过他的国力，他有可能的力量嘛。那现在呢？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谁呢？中国。中国不是经济啦，是军事力量。我说2个疯子这个疯子叫做马斯克。马斯克的力量，他是改变这个游戏规则的人。他讲了2件事情，他要做的，一个叫无人机，一个叫机器人。这2个应用全部是军事应用，不是在民间的应用
它在军事应用上如果成功的话，那就是无人机跟机器人跟你对战嘛。那在这种新型的这种无人机、无人的这个军事战场上来讲的话，你中共的科技上落后那么多的话，你怎么打这个仗？对，这个就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条件。而这个时间要花多少时间？我会告诉你，不要很久，大概5到10年之内，美国就可以创造出来了。因为很简单嘛，所以他现在封锁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嘛，台积电把你封锁掉。台积电把你封锁掉以后，你的7奈米以下没了，所有的先进制程半导体通通拿不到，在中国怎么办？中国没有办法杀，一直搞各种突破，一点办法都没有。没用吗？为什么没有办法？你知道吗？我上次讲过，因为它的社会制度、它的国家制度创造不出来台积电这种公司。可是 Google 的前执行长史密特还有李开复讲说，现在中国在 AI 上面大幅迈进，跟这个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了耶。不，那是在数量上面，全世界第一大 AI 的 server 的使用国家是美国，第2名是哪里？是中国，没有错。但中国有一个，我第一个先讲的半导体部分，它不可能做到所谓的这个7奈米以下，7奈米以下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先进半导体，它做不到。做不到的理由我们已经谈过很多次了。那第二个呢 ，server 在这个所谓的AI 的软体应用啊，它也做不到。为什么你知道吗？它是一个思想、跟新闻、跟语言、跟文化控制的国家，它是中央型国家。中央型国家要管制，那 AI 是什么 ？AI 是要完全要机器人，或是你的应用的，或是你的所谓的这些无人机，对，它是要怎么样？要自我训练。自我训练要绝对的自由，要绝对的 data， 那个所有应用值本身要完全开放的，所以中国办不到。中国是秘密一大堆啊，这个不能骂习近平嘛，习近平本来要屏蔽嘛，对，这个机密那个机密，这个管制那个管制嘛，结果你拿不到有用的常数嘛，拿不到可知应用的这些 data 嘛。当你的 data 是被污染的 data 以后，你怎么可能创造出进步的 AI 的 server？ 没有了，没有办法，那个算力你创造不出来，就是算力的应用的部分了，它做不出来啊。所以它的制度有一天不改变，一天用中央集权制度情况之下，它必然会落后美国或是台湾这种民主自由法治国家，你知道吗？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当有一天很快5年内、10年内，真的被马斯克搞出来，搞了一批全世界隐形无人机队可以去轰炸这些特殊的国家的时候，那个就是输赢就立判了，那个就那个才有世界和平。昨天有个重要新闻，所以普丁昨天发表一个重要新闻，他干什么你知道吧？普丁说他要取消中导协议，俄罗斯要开始发展这个中型导弹。然后第二个，他说他要更改这个俄罗斯的核武的使用准则。又开始了嘛？下雨叫什么？不是黔驴技穷嘛，无路通好行嘛。他知道已经输掉了，但是做最后死亡前的竞争嘛。那这个就是科技决定的成败。好，是的，当然讲，你现在在大量使用 AI 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就是能源。你现在如果看到国际媒体有讲，你现在除了在 AI 晶片上面，第二个就最重要的是能源最重要。而能源刚刚讲，我们之前讲三离岛。是所有人的核能噩梦。三离岛这个核能噩梦里面，就是造成后来为什么反核就从三离岛跟车诺比开始的。可是美国没有想到，美国现在要重启三离岛，不但要重启三离岛，微软签了20年的约，他现在还可以主动说，来，跟我三离岛买电了。对，没错。事实上，大家讲了三离岛在1970年代发生这个事故之后，事实上它还一直在营运。那一直在营运之后，因为大家都对核能没信心啊，后来它2019年的时候终于就关闭，完全破产了。就破产之后呢，美国有一家公司叫联合能源公司，就说，那我来介入之后，我花了16亿元美金哦，然后把它重新的把它打造啊，用更新的技术之后，然后现在已经可以重新发电，而且当地人没有抗议哦。为什么？宝剑那很有意思哦。美国人这几年对核能发电的立场完全不一样。他现在变成是他很支持核能发电哦，因为真的缺电吗？对，美国现在很支持核能，特别是在经历过我们前几年德州不是大停电，对，大家完全吓到了，就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原来虽然他们现在我再讲一次哦。美国人现在对核能的发电，他们是大部分赞成哦。也难怪说阿妈总说我要进到能源市场。对，阿妈总说你要进到能源市场，你要干嘛？
他要花3.34亿美金去盖4座小型核电厂。没错。所以你看，我刚才讲了，三里岛这个核能发电厂恢复发电之后，他就准备把这个电卖给微软。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现在，你知道微软公司，你知道伊隆马斯克他很担心买不到晶片，对不对？但是你去问这个微软公司，你去问这个亚马逊，问 Meta， 最怕什么？他们怕电力，没电。因为什么啊？那买这个所谓晶片没问题，因为他们都已经跟这个辉达都弄好了，他们未来5年、10年的这个单子，反正他都优先顺序给这4大都没有问题。但他们现在担心是没有电。因为你看，我盖那么大的这个 AI 的伺服器之后，结果没有电，那没有用啊。所以呢，现在他们每一个，比如说像亚马逊，他们自己要发展这个小型核电。那现在每一个这个所谓的公司啊，他们现在都要做什么？而且他们现在都要做这个电力啊。你看他的这家公司跟微软合作，电力公司，然后这家公司跟 Meta 合作，然后这家公司呢跟这个 Meta 还有跟亚马逊合作，然后跟亚马逊合作，他们每一个他们只要盖厂旁边都一定要有电厂。所以你现在大的云端设备公司，大的云端公司有2只手，一只手我要抓好晶片，另外一只手我要抓好发电。而且他们现在更怕是没有电的问题，尤其是你看微软公司的老板纳德拉说什么？他说现在我担心的是没有电力的问题啊。你看他都说 ChatGPT 带动这个 AI 浪潮，说引起这个 AI 晶片短缺，但是他说我不担心，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现象，目前晶片的供给已经没有吃紧了。他说主要是电力的供给陷入短缺，电是问题，所以他讲的是电力。好，那我就讲刚才这个董事长说的这个川普跟这个伊隆马斯克改变这个格局嘛？为什么？我想川普他上任，他准备要做什么事？宝杰你知道？他说他要宣布我们美国进入国家能源的紧急状态。有这么严重吗？美国现在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因为什么？因为他要让美国加速发电，就是可能美国在过去我们就讲嘛，美国在很多电力公司跟台湾一样要环评，要什么。他说没有，这个没有。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意思就是这些都不需要，我可以快速的把这个所谓电力设备完全建置好。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因为他知道未来要发展 AI 一定要有电。没有电的话，这完全做不成。那川普愿意为这个扫平所有障碍。好，宇轩，当然现在做电来讲有2个麻烦，就是我要足够的电，但是我要干净的电，我不要这个碳排放高的电，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的气候已经让大家都觉得，我快要活不下去了。之前不是讲吗？法国在这个所谓印度洋的一个小岛，到了什么时刻？你现在还有飓风，然后这个飓风基本上把法国在印度洋这个小岛已经几乎给毁灭了。除了这个之外，刚刚讲的万大怒也出现地震，而这个地震跟这个所有的能源跟这个所有的气候灾变有没有关系？没有人知道。可是你会发现，天摇地动，世界改变了。好了，我们现在讲的地方是位在澳洲附近的一个叫万纳度的小岛。万纳度最近有名的，大家是因为橘子才知道，但不是，因为它发生的竟然高达7.3的。这是万纳度，对，规模7.3。你仔细看哦，这是在它的修车厂里面，而且你说车子其实它的载重都非常重，都用千斤顶顶着。结果没有想到，你有没有看到？这叫做天摇地动。因为它是整个地壳板块在前后左右这样不断的晃动，你看吓得马上的员工立刻拔腿就跑，甚至呢原本有一个男子呢冲进来，我们讲想要跑出去，结果一不小心他脚还夹到，直接呢被门夹住。为什么？因为连门都在晃，等于就是我跑出去的时候呢，我想说我站都站不稳了，我要赶快跑出去，没想到门一晃，竟然直接就夹住他的脚，那差点踉跄。所以你想想看，这整个大规模的地震吓死人，怎么会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地震？不只是这样，甚至连咖啡店的状况也是一样。为什么？咖啡厅，你仔细看，这是咖啡厅，对，你看到上面的风扇，哇，那根本已经晃到它没有掉下来，我都觉得已经是奇迹了。然后呢，整个我们讲从门跑出来，有没有看到？整个咖啡厅都在动，这已经不是板块运动，对，是整个咖啡厅感觉都顷刻之间都有可能倒掉，所有的人呢赶快吓跑，而且有一个老兄还特别聪明，因为呢他就躲在这个要跑不跑的中间，刚好卡在旁边，他想说我若跑出去，搞不好会被天上掉下来的东西砸到。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家里的泳池根本是搞像什么滔天巨浪，因为我去过那种消防设施，里面有那种我们讲的模拟造浪，你知道地震模拟器，根本就是那个程度。你现在看哦，它那个浪高挤起来至少2米到3米之宽。所以，包括连他们在地的一个记者叫做麦加瑞都说，我从来生活21年来没有看过呢，这个小岛竟然可以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地震，根本吓死人。让我最惊讶的是美国大使馆，你知道美国大使馆在任何地方都应该是当地最牢固的建筑，在万纳度连美国大使馆都垮，而且它是4楼变3楼。你现在看到的就是美国大使馆，那你看哦，你说不对，宇轩这建筑很完整的，不对，因为它的1楼直接被夷平了，有没有注意到狭？整个往一边倾斜，等于说呢，它在地震的规模当中，可能不知道地壳有多么严峻，就连美国大使馆呢都直接倒塌，而且你仔细看它的窗户哦，整个都扭曲变形，代表说它上下的这个重力非常强，直接呢往下一震之后呢，连这个窗户全部都凹的乱七八糟。
对，而且不只是这样，美国大使馆它至少还有3楼可以用，不是哦，他们一般的民宅直接看到的是什么？整个民宅瞬间就倒塌，变成一个夹心饼干。就是你看哦，看旁边直接整个建筑物，你说这是一个楼房变1楼了。对我原本都不知道它1楼还是2楼，它整个反正它屋顶直接变成楼地板，好不好？整个全部压得非常严重，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它的这个应力实在太强，导致说附近的墙壁呢，有些呢不堪支撑，也就是说我结构没问题，但我墙壁出了问题，直接墙壁你看哦，梁柱都还在，结果墙壁直接被压碎、被压垮，而且甚至是我们不要讲人造建筑物，连大自然都抵不住这样的一个侵袭。为什么？附近其实有我们讲的山体。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强震之后呢，整个山体出现滑落，甚至巨石落地，所以你就知道，在这种天灾的状况下，人类有多渺小。好，陈老师，刚刚看到外弄都把我们大概吓死了，地震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台湾人也非常紧张，因为怎么紧张？你就看到像我老婆娘家是在台南，哎，她说这几天最近哦，嘉义跟台南摇得一塌糊涂。是，最近的话，在嘉南这个区域其实地震很多，但是其实我们看。这是在南部这个区域哈，它过去是30年来的地震记录，其实它经常会有这种比较突然飙高，突然群震出来，就是可能在1-2个月里面有几百次的地震，对，经常出现。但是在过去这个区域里面呢，这种群震出现的时候，它其实它地震的规模都是5点多，对，其实5点多对台湾的建筑物来讲，其实它并不伤害，当然偶尔会有一些6点多的地震造成一伤害。所以最近这些群震在西南部这边的话，当然我们只能说注意这个区域，因为它的确是有点异常，就是了。你说在嘉南平原这个地方的震度真的比较高，可是大家会想说，我们不是什么梅山大地震有100年的这个频率吗？大家非常担心那个梅山大地震的100年频率来了吗？对，所以我们当然是知道，但是我们是没办法预测。我们没办法预测，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区域过去以往来讲，它是其实的确是有一些地震。你看这个我们知道哈，台湾西部这个区域的地质是差不多一样的，很类似。但是你看红色的球，就是表示一些比较中大型的地震。对，在西南部这一块都是嘉南平原，都在这边，都在嘉义跟台南交界这个地方。你看高屏这边没有地震，对，是30年来的资料哦。在中北部这边也没有，但是它地质条件一样，都在这里，都在这边。所以这边过去的地震的频率哦非常高，大概比其他地方高差不多10倍到20倍。对啊，所以你刚才看到那个我们嘉南那个区域啊，这次地震大概落在这个区块。对，所以它的频率多是正常，但是有点大一点就是。那会不会大地震来？还说在这个地方又发现了3个大断层？这边来讲，当然断层是非常密集啊，对的。所以为什么这边地震多？过去一样，或是历史地震，从300-400年来啊，这边台南这边的记录来，地震灾害是最多的地方。那你看吧，有嘉义梅山地震，有这个所谓的白河地震，有中埔地震，对，你随便算都一大堆，都是在这一块。啊，所以这个当然我们也是说啊，我们只能特别要注意一下。对啊，这个大地震，我们当然还是没办法预测就是了。好的，现在大家会不会担心说，哎，你刚刚导播我们看，像万纳度那个大地震，那我们就看到好像最近现在加州也说那个加州的地震也在频繁，那为什么觉得不是只有嘉南平原大地震，怎么到处都有那种大地震在转开？而且现在更可怕是那个加州大地震，以前讲说，如果加州大地震真的发生了8级以上的地震，加州会跟整个美洲大陆脱离耶。最近这个加州这边在加中北边这边有一个地震7.1，但是这边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为什么？这个地震的北边这边哈，其实这边是一个隐没带哦，这是我们叫做卡斯卡迪亚隐没带在这边，这个周期已经到了，这边规模8的地震周期已经到了，它是300年。它的周期是300年。对，那之前那个规模8的地震哈，在1700年的时候有个大地震，对，发生大海啸，日本死亡了26000人。你说在加州发生大地震，结果出现海啸，造成了日本伤亡，死亡2万多人。2万多人，那个是很有名的一个记录，因为为什么？日本那次大海啸死了2万多人，但是没有地震，大家都觉得非常奇怪，对，为什么？日本的大海啸死了2万多人，没有地震的记录。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是在加州这边发生了大地震，造成了海啸在这边。好，我刚才讲这一块是已经规模8的地震已经到了，另外一个是圣安地列斯断层这一块也是一样，1906年的
那个旧金山大地震点也是8.0，它周期也是已经到，它周期是110年到150年，所以这2块的周期其实规模8的电都到。那这次的地震呢，发生在中间这个连接的地方，这个断层跟这个隐没带在这边连接，所以这个地震到底算谁的？不知道到底卡斯卡迪亚的还是圣安地列斯断层？它连接在这边，所以我们担心的是这个地震动的时候呢，会不会影响到这2块？所以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就是。